京中那些贵女的嘴，怕是比淬了毒的刀子还利，日日嚼舌根，真当我安宁是泥捏的不成？郡主息怒，那些人不过是见风使舵，不值得您动气。长宁侯世子宁泽霄仗着军功逼宫拒婚，让我成了京城最大的笑柄。这笔账我记着。我心口堵得慌，去跟阿娘说我要出府散心。若是她不允，我便日日这般闷着，看她心疼不心疼。奴婢这就去，只是夫人那边怕是要软磨硬泡才能松口。罢了，与其在府中受气，不如去月老庙求个心安。只是这月老先生怎的还会拆姻缘？宁泽霄，你既然敢拒婚，那就别后悔。月老先生，您既掌世间姻缘，为何偏要拆我的？不过是不愿嫁长宁侯府，便让我落得这般境地，岂有此理？阿弥陀佛，女施主莫气，姻缘自有天定，强求不得。施主与树洞的缘分本就是月老牵线，何必执着于眼前的分人？1年又3个月，与树洞那头的人书信往来，竟成了我如今唯一的慰藉。京城的流言，郡主的身份，在笔墨间都烟消云散了。多谢庙主提点，我今日便是来取信的。施主随心就好，树洞寄情，情之所至，便是缘分。他竟约我相见，可我是安宁郡主，若是让他知晓我的身份，这份难得的平静，怕是就碎了。我该如何是好？郡主，您若是不愿相见，便回封信婉拒便是，何必这般为难自己？我怎会不愿相见？只是我这郡主的身份太过扎眼，他那般敏感，若是知晓，定会觉得我欺骗了他，这份情怕是就断了。不如编一个身份，一个与他门当户对，甚至更为卑微的身份，这样他便不会有顾虑。我是东街挑大粪的寡妇，家道中落，丈夫早死，靠着挑大粪过活，家里还有痴呆的婆母要照顾，怕拖累你，实在没脸面相见。郡主，您这也太离谱了，若是他日被发现，可如何是好？离谱才真是。他若是真心待我，便不会在意我的身份，若是在意，那这份情也不值得我珍惜。你把这信送到树洞去，他若是回信了，你便立刻取回来。希望他不要多想，希望这份缘分不要因为我的谎言就此中断。郡主，还是没有吗？郡主，没有，树洞里面空空的，连一张纸条都没有。不过是一次相见的推脱，他竟就这般没了音讯。难道我在他心中就这般不值一提？终究是我错付了。我不过是怕身份悬殊，怕拖累他，他怎就不能懂我？郡主，或许是他有事耽搁了，再等等，说不定明日就有信了。罢了，再等一日，若是还没有，我便写封信去问。若是他依旧不回，那这份缘分便到此为止吧。阿泽，这是我为你取的名字，你若真的在意我，便给我一个回应，哪怕是一句责怪，也好过这般杳无音信。今日已是第5日，阿泽，这是我给你定下的最后期限了。郡主，有信了，树洞那边有信了。他说他是扫大街的清道夫，还担心配不上我，原来他也有顾虑，原来他没有生我的气。阿宁多虑了，实不相瞒，我也只是跟着隔壁的哥哥学了几日的字，在阿宁面前装了几日清雅时，我还担心自己配不上阿宁。快将这信送到树洞去，我约他在城外乱葬岗相见。郡主，您真的要去？城外荒僻，若是出了什么事，可如何是好？无妨，城外人烟稀少，不会遇到京城的熟人，也不会暴露我的身份。正好，大街的青烙符会是怎样的模样？想来定是个真诚可靠的人。阿泽，我等不及见你了。这样便没人能认出我是安宁郡主了，活脱脱一个东街挑大粪的寡妇阿宁。只是小姐，这城外的乱葬岗也太偏了，您怎会选在那里？乱葬岗人烟稀少，最是安全，不会有熟人撞见，而且死人的嘴巴最紧，绝不会泄露我们的身份。他会来吗？会不觉得我选的地方太过吓人？这清道夫阿泽竟是个眉目如画的俏郎君。不好意思，阿宁，马车走错了路，绕了一圈，你没有等很久吧？没事儿，这块人烟稀少，也没有成行的路，
必须得是有经验的车夫才找得到，要不然怎么叫做无人问津的乱葬岗呢？只是你说你坐马车来，是这样的，我平时除了扫扫街，偶尔也会给人当车夫，想着反正也要出城了，便顺便接了个活儿。原来如此。你一个姑娘家跑到这里来，也一定很辛苦吧？是有点辛苦，但一想到能见到阿泽，我就觉得这不算什么。是我不好，让你一个姑娘家走了这么远的路。脚疼吗？不疼了，我是干粗活的，又不像那些千金大小姐，走到哪里都是轿子马车。谢谢你，在这个世上，没有几个人是真正关心我的。你说的话，我都会放在心上的。阿泽，你……阿宁，辛苦你了。它竟是江南的丝绸制成，上面还有华丽的金丝刺绣，绝非普通百姓所能拥有。阿泽，这手帕这么精致，应是江南的丝绸制成的吧？金丝手帕，你一个扫大街的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这是刚刚那位贵客落下的。我看你鞋子脏了，一时情急就拿出来用了。没事没事，这权贵人家的帕子最是忌讳被人拾取，就怕人家用在不该用的地方。我帮你拿回家，洗干净了再还给你吧。那谢谢你了，阿宁。长这么大，还没有姑娘主动给我洗过东西。他竟忘了我在信中说的寡妇身份，还唤我姑娘，这般单纯，让我更加心动。别站着，咱们去那边坐坐吧，那边墓碑没有这么密集。对了，阿宁，你怎么能一眼就看出那是金丝手帕，还是江南丝绸？糟糕，要露馅了！见到阿泽太开心了，竟然忘了我现在的人设是一个挑粪寡妇，根本不可能认识这般名贵的丝绸。以前我家那口子还在的时候，带过我去过绸缎庄呢，我见过那么几回，所以就记住了。那你记性真好，这帕子还真不是一般绸缎庄有的东西。是我鲁莽了，阿宁，过去的事咱就不要想了，以后你跟着我，我会赚很多银子给你买帕子，你要金丝的也好，苏州的绸子也好，波索国的进贡也罢。我的意思是，波萨国的进贡，咱们普通老百姓虽然销售不起，但人还是可以有梦想，你说呢？原来他喜欢别萨国进贡的玩意儿，等我回去了，就让皇祖母赏一些，全送到他面前。是啊，有梦想谁都了不起。阿泽，只要你想要，我都能给你，哪怕是别萨国的进贡，于我而言不过是一句话的事。乱葬岗好啊，死人的嘴巴最紧，绝不会泄露我们的身份和关系。阿宁，我想牵着你的手散步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不会。阿宁，我喜欢你。他这么单纯善良，我一定要守护他，让他免受世间的伤害。无论前路多难，都要和他在一起。天色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，免得家里人担心。阿宁不怕，我在呢。你们是谁？谁让你们将人扔到这里来的？臭小子，不要多管闲事，这本来就是个死人坑。哼，你们小两口来这约会，这口味也真是异于常人。这个人还活着，咱们还是别惹事了，赶紧离开这里吧。老天保佑，可千万别出事啊！要是我的郡主身份容暴露，传出去，丢的可是皇家的脸面，到时候一切就都完蛋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敢管我们厉王府的事儿，找死！各位大哥行行好，我们两口子上有老下有小，还欠了不少外债，请你们手下留情，放我们走吧。硬来肯定不行，试试苦肉计。我都把自己说的这么可怜了，他们总该心生怜悯了吧？阿宁，看这情形，等会儿肯定会打起来，你先到后面躲着。打起来，我绝不允许！阿泽，你千万不要为了我而让自己受伤。这位大哥，一点薄礼，不成敬意，求求你了，放我们走吧。行了，都停手，
别打了！他们没对你怎么样吧？他们怎么忽然就走了？我看你一打四怪厉害的，就跟他们说你有高人指点，要出大招了，让他们不想受伤就赶紧跑。没想到他们还真信了。阿宁，你可真聪明。这人也不知怎么招惹了厉王府，也不知道还有气儿没有。虽然昏迷不醒，但婉欣还没有伤到根本。咱们走吧，不必管他。等下有人经过，救了他就完事儿了。这荒无人烟的乱葬岗，怎会有人经过？就算有人经过，也只会将人当作死尸处理吧。阿德，你怎知会有人经过？谁会经过乱葬岗？就算是经过了，看到昏迷不醒的人，不也是一律按死尸处理吗？何况天就要黑了，这更是生人勿近的地方。你放心吧，会有人经过的。你不是说你从小家境清贫，怎么还能一眼看出这人未死，还能给他切脉？是这样的，早些年随爷爷学了一点皮毛，但还达不到开馆摆摊子这种程度，所以我才会去扫街的。他为人真是正直，宁可扫大街，也不愿拿着一点医术皮毛去当骗吃骗喝的江湖郎中。你真厉害，和邻居哥哥练了几日字就能吟诗作对，和爷爷学了点皮毛，如今救人都不在话下。你真是天赋异禀。对了，你刚刚看到那几个人腰间坠着的腰牌了吗？是厉王府的人，他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草菅人命。厉王身为皇叔，竟如此目无王法。糟了，我一个挑粪寡妇怎会认识厉王府的腰牌，还如此淡定？他会不会起疑？完了，说的越多，暴露的越多。一个扫大街的，怎么可能一眼认出厉王府腰牌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以前也扫过厉王府前那条街，他们的人进进出出的，所以我才会一眼就看出那是厉王府的腰牌。老天保佑，幸好他没发现什么，不然我还真是不好解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说呢。我送你一程吧，这荒郊野外的，让你一个姑娘家走夜路，我实在是不放心。郡主府的小厮就在不远处等我，可千万不能让他发现了，这样不好，咱们的事儿别人还不知道，被人看到了不好。没关系的，我跟在你身后，只要确定你安全回去就好。小姐，真该回去了，夫人都要急疯了。阿宁，这是？他是来叫我回去给他们家挑粪的。你也知道，我在这汴京挑粪是相当有名的，郡主府的活儿我可不能耽误。郡主这是在做什么？好吧，既然你有事情要忙，那我就不拦你了。你自己小心些。你有没有看进去？来人，将这没用的东西拉下去！来人，将这没用的东西拉下去，杖打50！糟糕，肯定是因为我回来晚了，娘亲才会迁怒于小厮们。阿娘，这事与他人无关，是我自己贪玩，忘了时间，您消消气啊。你还敢替别人求情？让你出府散心，你竟玩到这个时辰才回来，让全府上下都为你担心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阿娘？阿娘，你也知道，如今京中的贵女都在笑话女儿，女儿心情不好，就在外头多待了半日，想散散心罢了。这长宁侯世子不懂事儿，长宁侯这老家伙也不知分寸，敢拒安宁郡主的婚，简直不像话。真是，阿娘，您就别生气了，女儿知道您都是为了我好，这婚事终究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希望能由我自己来选择。如果没有缘分，强绑在一起也不会幸福。女儿觉得，只要对方人不错，咱们也不一定要讲究什么门当户对嘛。安宁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已经看上哪个王孙公子了？阿娘向来看重身份门第，若是知道我喜欢上一个扫大街的青奴夫，定会气得半死。还是先不要说的好。即便不是名门望族，那至少也得是个有才有德、品行端正的男子，将来仕途之路自会顺财，这样才配得上你。倘若是普通百姓，那至少也得家境殷实，身份地位倒还能包装一下。但若是个穷酸小子，那便绝无可能。虽然阿泽确实是个穷酸小子，可我就是喜欢他，就是想要和他在一起，哪怕前路艰难，我的心也不会改变。你到底看上哪个叫花子了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看来想要让阿娘接受阿泽，绝非易事。对了，过几日的春日狩猎宴，你皇祖母邀你一起去，你要好好准备一下。
皇宫的狩猎宴历来都是男子参与，女子从未被邀请过，这次怎么会破例？皇宫的狩猎宴历来都是宗室子弟和朝中重臣的公子们参加，女子从未被邀请过。皇祖母这次为何破例邀我去？郡主，会不会是皇祖母心疼您，想让您出去散散心，见见世面？定是这个。皇祖母见我被宁泽霄拒婚，成了京城的笑柄，想要借着狩猎宴为我寻一个好人家。只是这样一来，长宁侯那位世子爷势必也会在场，想想就让我觉得膈应。说起这长宁侯世子宁泽霄，他也算是京中少年英才，8岁从军，屡建军功，还懂医术，可他偏要做出这等混账事儿。他若不想娶我，大可以好好坐下来谈。建朝以来也不是没有正当解除婚约的先例，可他非要用军功相逼，直接拒婚，这不是故意打本郡主的脸吗？郡主息怒，那宁泽霄不识好歹，将来定会后悔的。您这般优秀，何愁觅不到良人？要不是我心里已经有了阿泽，没有心思去抱着拒婚之仇，否则宁泽霄早就完蛋。不管狩猎场上将是什么样的人间修罗场，我都得从容应对，不能丢了郡主的脸面。而且我还要想办法让阿泽走上仕途，这样才能过了阿娘和黄嬷嬷这关。备纸笔，我要给周儿写封信，鼓励他参加今年的科考。若是能考中功名，走上仕途，我的家人也能对他多几分认可。快将这信送去，希望阿泽能明白我的心意，好好准备科考。那大哥几班了？小姐，有回信了。阿宁，科考之路困难重重，哪怕是高中，只怕以我们的微薄之力也难以撼动这个世界。不如我们私奔吧。私奔？是啊，就算阿泽考中功名，皇祖母也未必会同意我下嫁。私奔，或许是我们唯一的出路。立刻将这信送去，我要和阿泽远走高飞。日后和阿泽在一起，用这些就够了。阿泽，阿宁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会来这里？这不该是你来的地方。你愿意跟我一起走，我自然要给你准备好一切，所以才想来买些胭脂水粉，让你开心。哦，你是嫌我没有这些玩意儿点缀不好看了？不是，我怎么会嫌你呢？阿宁本就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修饰，天生就好看。只是我以为姑娘都是喜欢这些小玩意儿，所以想让你开心。其实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有没有这些胭脂水粉，都无所谓。掌柜的，把好货拿出来给我看看。这些胭脂水粉，一看就价值不菲，绝非平民能销售。阿泽他不好，这成色还不如之前的，你是不是在糊弄我？冤枉啊，公子，这都是我们特意为侯府备着的，只会比以前好，不可能差的。阿泽，咱们不要这些，这些达官贵人的东西碰不得，咱们用不起，快走！怎么了？不过是几盒胭脂，有什么不能看的？咱们这种普通人哪用得起侯府的东西？别被人笑话了，赶紧走。阿宁，你值得最好的，这些我买给你。阿宁，这个怎么样？你试试。阿宁，你真好看。等会儿悄悄塞点钱给掌柜，让他只收阿泽2个铜板，这样既能保全阿泽的面子，也不会让阿泽为难。这个颜色呢，最适合你这种皮肤白皙的人了。你看它的质地又细腻又服帖。我要是猜的没错，这款胭脂是西域进贡的红洋花做的，色泽比普通胭脂艳多了，还能美容养颜。长宁侯府老夫人就最爱这个，她挑的胭脂，京中贵妇都跟着买。阿宁，这款胭脂不是平民能用的，你怎么对这些那么了解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以前在书摊看过一本西域奇花的书籍，我刚刚说的只是猜测而已，难道我蒙对了吗？姑娘所言句句属实，比之专家无有不及，对胭脂的了解真是太透彻了。掌柜的，我还有个问题同你请教，借一步说话。待会儿他要付钱，你就说只要2个铜板就行。他若问你，你便随意编个理由，切记不要露馅，这金子就是你的了。阿泽，
我刚刚听掌柜的说完它的制作过程，更加喜欢这款胭脂了。你愿意送我吗？当然，你若喜欢，这些全都拿走。阿泽你真好，但是全都拿走，我带的钱不够啊。只要这一盒就够了，我的脸没那么大，用不完的。掌柜的，让这位姑娘把这些胭脂全都试试，她喜欢的都留着。好的，好的，姑娘随便试，随便看。没关系的，阿宁有我呢。阿泽，我真的很开心，谢谢你。掌柜的，多少钱？公子，2个铜板就行了。今儿个是本店开张1009天半，就当结个缘。掌柜的理由也太敷衍了，巷口叫花子碗里的钱都能买下整店胭脂了。掌柜的，真是太感谢了。哎，公子客气了，您慢走。阿宁，虽然是私奔，但我向你保证，绝不会让你吃苦。我会赚很多银子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我早已掏空了郡主府一半的金银珠宝，有这些银子，我和阿泽定能衣食无忧。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哪怕是私奔，哪怕是颠沛流离，我都愿意。你怎么在这里？给我转过来！夫人，郡主府的活我马上去干，您千万克扣小的银子。还敢装？我看你装到什么时候！阿泽，郡主府的人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你先走吧，我会想办法跟你会合的。你只是在他们府上干活，又不卖身给他们，难道他们还敢克扣你的银子？郡主府的人都这么蛮横无理吗？大户人家都是这样的，规矩森严。阿宁，以后你不必再干这些活了，我可以养你的，就让我来照顾你的将来，我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今天出门带少了，但是阿宁，你相信我，我以后一定会赚很多银子，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我会给你买金丝手帕，买西域胭脂，买所有你喜欢的东西。好，我信你，我一直都信你。阿宁，你真好，我知道你会义无反顾的信我，这就够了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做什么都值得。阿泽，我得先走了，免得待会儿又被人逮到。你也赶紧回去，注意安全。等我消息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跟你会合的。这郡主府的活你非去不可吗？其实这2日你可以把这些推了，后面我们一走了之，也不用管这些了。我们现在就走，好不好？做人做事要尽心尽责，我拿这份钱就要干好这活，不能半途而废。你放心，我很快就会来找你的。你说的真好，如果这世上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善良和尽职，那人间一定是天堂吧。辛苦你了，阿宁。等我回去安抚好阿娘，就继续准备私奔的事。很快，我和阿泽就能远走高飞了。傻东西！皇祖母，安宁，你来了，今日好好看看，京中优秀的儿郎都在这儿了。皇祖母肯定是故意的，想让长宁侯世子看看他错失了什么。今日狩猎，限时3个时辰，以猎获猎物数量及品级定胜负。拔得头筹者，除了丰盛的奖赏，朕还要为其与安宁郡主赐婚，让其迎娶安宁郡主，结为连理。难道阿宁就是安宁郡主？难道他是阿泽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兄弟吗？不对，他就是阿泽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个时间，他不该在扫街吗？皇祖母，安宁自幼善骑射，今日能不能也跟男儿们一同骑马狩猎？乡太下，皇祖母，姐姐去了，那我也要去。好，好，好，去吧。阿泽，这不是你能来的场合，快些离开，我自会保你无事。快走吧。
你就是安宁郡主。这件事我稍后再跟你解释好吗？你快些走，这里太危险了。若是被人发现你平民的身份，轻则杖砸，重则流放。快走吧！不能走，我来此有重要的事情要办。重要的事情？你难不成来皇家猎场扫落叶吗？能办什么重要的事情？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听话，快走吧！又不得了，长宁侯世子这是想吃回头草吗？竟凑到安宁郡主身边去了。我看未必，就算他想吃回头草，也不见得安宁公主愿意。毕竟当初是他亲手拒了婚，打了郡主的脸，如今又来献殷勤，真不知廉耻。今儿个我必拔得头筹，风光迎娶郡主，你们可都别跟我抢啊！一个个大白天就在这里做梦了，想要娶郡主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。谁说我们做梦了？皇上金口玉言，以烈火猎物数量级品级定胜负，拔得头风者便可以迎娶安郡主，与郡主结为连理。老兄，还是谨言慎行吧。不论如何，今天我一定要拔得头筹，重新得到我和安宁的赐婚机会。他们叫你什么？你是长宁侯世子？没错，我是宁泽霄，长宁侯府世子。怎么会是那个用军功逼宫拒婚，让我沦为京城笑柄的宁泽霄？难道他扮成清道夫，和自己书信往来1年多，相约乱葬岗，计划私奔，都是在玩弄我的感情吗？这个混蛋！我堂堂安宁郡主身份尊贵，他竟然敢一而再再而三的戏弄我，他究竟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回禀皇上，本次狩猎赛拔得头筹的是长宁侯世子。震惊！拔得头筹的竟然是宁泽霄，他不是已经拒了与安宁的婚事吗？又是你！既然已经拒了婚，还去抢这第一做什么？你是巴不得哀家的安宁嫁不出去，让皇家颜面尽失吗？是啊，你不是已经拒了与我的婚事，还争什么第一？难不成还想让我再次沦为全京城的笑柄吗？之前的事，侍臣一时冲动，思虑不周，还请太后娘娘降罪。一时冲动，你若有心，便该知道何为适可而止。明知今日取胜者能与安宁结为连理，你就不该掺和，故意添乱。臣明白，臣此番前来，便是为了向安宁郡主赎罪。臣知道自己先前的所作所为，伤了郡主的笑柄，臣恳求太后娘娘做主，替我们2人赐婚。臣愿用一生弥补郡主。这宁泽霄到底在玩什么花戏？先拒婚让我受尽屈辱，再在狩猎宴上拔得头筹，求皇祖母重新赐婚，真当我这个安宁郡主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吗？你既已拒婚，便不该再纠缠不清。安宁郡主的婚事自有哀家做主，容不得你胡闹。这第2名安国公府的小公子陆丰堂也差不来，模样周正，品性端正，哀家甚是喜欢，也算是良配。安国公世子爷确实不错，一表人才，文武双全。阿宁，这件事我可以解释，你至少要给我个赎罪的机会，不要意气用事。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总之，孙女的婚事全凭皇祖母做主。安国公府的小公子陆风华本就是我的竹马，谁说竹马不如天象的？今日我就要求皇祖母给我们赐婚。宁泽霄，你这个混蛋，跟我玩了这么久角色扮演，把我耍得团团转。今天我就要让你也尝尝被玩弄、被拒绝的滋味。安宁，你可想清楚了？陆飞婷虽是良配，可你真的喜欢她吗？婚姻大事不可儿戏。母后，是朕把话说在前头，拔得头筹者才是安宁的良配，均无戏言，不能出尔反尔。臣之前做的事不过是一时糊涂，思虑不周，错失郡主，悔不当初。若皇上与太后娘娘能够再给臣一次机会，臣万死不辞，定会好好待郡主，护郡主一生周全。这是我亲手打的剑髓，是我扮成挑粪寡妇时，虽然廉价，而且粗胶烂造，没想到竟然被他视若珍宝，一直佩戴在身上。母后，安宁是您的宝贝疙瘩，这婚事还是您做主吧，朕不掺和了。罢了罢了，年轻人的事情就让他们年轻人自己解决吧。阿宁，求你听我解释，给我一个机会，就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你也算是从小看着我和陆回堂长大的，他了解我，我也了解他，我们之间的感情深厚，我相信我们可以相守一生，比和你在一起要幸福得多。不可以，我不同意！放手，我的事情与你无关。不放，打死也不放！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听我解释好吗？世子爷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戏还没演够，还要继续扮你的清道夫阿泽，玩弄我的感情吗？不是演戏，阿宁，我从未对你演过戏，清道夫不是演戏，只是我想以最真实的模样靠近你。清道夫不是演戏，拒婚不是演戏，你用军功逼宫拒我婚，让我沦为京城笑柄，转头又扮成清道夫接近我，这不是演戏是什么？是觉得我这个被拒婚的郡主很好欺负吗？拒婚另有隐情，
清道夫是我此生最真实的模样。阿宁，给我一个时辰，听我说完。若你仍不愿原谅，我此生不再纠缠，好不好？3年前，我随军出征前，家父曾与老王爷议定婚约，可我那时不想成婚，军务繁忙，生死未卜，不愿耽误你，更不愿你嫁入侯府，受我继母刁难。她为人刻薄，你嫁过去定会受委屈。怎么会是这样？我从未想过，拒婚的背后竟还有这样的隐情。够了，阿泽，我信你，我原谅你了。阿宁，今日起，我不再是长宁侯世子了，我只想做你的阿泽。阿宁，可以吗？我还能继续喜欢你吗？我已辞了世子俸禄，将历年军功换了田产，准备自立门户。阿宁，你可愿嫁一个白参？我发誓，我这辈子不，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永生永世都只爱你一个人。白参与郡主私交是死罪，可宁泽萧却愿意为了我，特意求了皇上恩典，让皇上特许他以田产为聘，不入仕途，只做富家翁。我愿意，无论你是长宁侯世子还是亲密夫阿泽，你的心意我都明白。阿泽，我原谅你了，只要你以后再也不骗我任何事情，我愿意永远陪着你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永远都不会骗你了。我将我的身世告诉你吧。我的母亲是侯府侍女，生下我便离世了，继母视我为眼中钉，8岁便将我送入军营，是万将军和赵师傅给了我温暖。阿宁，阿泽，其实我们在乱葬岗初见的那日，我就已经决定非你不嫁了。阿宁，我爱你，能和你厮守终生，我此生无憾了。阿宁，我也一样，能和你厮守一辈子，我也没有遗憾了。